拼多多呢获利还是非常好，只是营收呢成长87%，不如市场预期，股价一天调整将近30%。这个也告诉大家，中国的价格杀戮呢大概已经走到尾声了。最近有人在开玩笑，拼多多不如拼少少。中国在未来的经济转型当中它应该在资金的上面呢要多加油。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先来看到一则比较重大的新闻，那么是台湾大家非常熟悉的鼎泰丰，那么它宣布退出在华北的14个分店。如果你到信义路呢去看鼎泰丰的门市，我相信经常都是大排长龙，而如果在巅峰时间你要吃饭呢，经常都要排队。鼎泰丰在台湾欣欣向荣，鼎泰丰在美国的分店呢也非常富丽堂皇，而且生意非常好。那么现在大家难以想象，那么它在中国在华北市场开始在退出了。那除了鼎泰丰之外，其实先前大家也可以看到，八方云集连卖锅贴呢也退出了中国，而甚至卖泰国菜的瓦城，最后好像只留下了2个分店。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中国跟一般市民消费有关的，我举几个代表性的公司呢。欢迎您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产业状况，成为财讯粉丝团财团的一份子。或者你也可以针对你喜欢的节目抖内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我们先来看海底捞。股价最高的时候，它在香港挂牌，最高85.8，现在股价呢大约在11块多。那这个可以看到，从高档到低档，现在它停留在低档这个时间非常的长，没有昔日的盛况了。在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海底捞的创办人他取得新加坡的国籍之后呢，大致上还是在亚洲非常重要的火锅的卖场，但是它的获利已经逐渐的走下坡了这当中也有台资企业背景的呷哺呢。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股价最高到27块1毛5，那么现在呢跌到0.97，我相信都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了。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一下，2021年大致上是中国经济到达一个相对的高峰期。回头想象一下，2021年的时候呢，台湾的很多传统产业在中国获利都非常好。台玻在2021年呢，中国收益106.77亿，而台塑呢，中国收益呢是83.87，南亚呢192亿。我们再看到台化呢，其实也到83亿左右。那么这个情况来看呢，台湾的传统产业呢，在2021年到达最高峰，而类似像海底捞、呷哺呢，他们在2021年股价到达最高峰现在呢一路往下走，这个往下走情况是非常惨烈的。我们看到最惨烈的是在实体超市的永旺股价呢已经连续跌了10几年了，从24.95跌到现在是0.345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它是一条直线，最后呢躺平。这种躺平最可怕的是大概是联华超市，它从39.95，那么现在呢最惨是0.36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躺成一条直线了。这一种实体卖场大致上都受到现在的电商的价格杀戮呢，现在几乎无以为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会来看一下过去呢长期植入到中国的大的企业呢，这个礼拜 IBM 呢证实中国研发部门关门有1000名员工遭到资遣。IBM 不是第一枪，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里面的外国直接投资，大概第2季呢减少148亿美元。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外资减码中国 FDI 呢减少87%，那么今年上半年情况依旧没有改善，那外资不断的撤走，也造成整个中国经济呢，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放慢，固定投资也放缓。劳工的经营成本呢上涨这个当中失业率上升，网络上有人讲中国年轻人失业率呢达到37%。第3个呢，本地政策欠缺明朗方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中国利率开始往下。另外呢，地缘政治风险意识上升，那这当中其实最严重的是房地产的下滑，这是泡沫的调整。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沃尔玛呢是把这个京东的股票呢全部给它卖光了，京东的股价
从442块呢，那么现在剩下89块，沃尔玛的持股全部退场。那京东呢？现在看起来，他说低价策略没有改变。那这种价格杀戮呢，我们可以看到拼多多啊，原来它的创办人黄峥呢，刚刚坐上了中国的首富的位置，但是不到1个礼拜呢，大跌28.51%，那么它跌到100。那么市值呢，剩下1300多亿，它原来从2000多亿啊，一口气呢跌到1300多亿。那黄峥呢，现在变成就第4名了，中山展又变成首富，但是首富的更迭速度是快的。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拼多多呢，其实它公布的财报获利还是非常好，只是营收呢成长87%，不如市场预期，股价一天调整将近30%。这个也告诉大家，中国的价格杀戮呢，大概已经走到尾声了。最近有人在开玩笑，拼多多啊，不如拼少少。换句话说呢，中国在未来的经济转型当中啊，除了不断的价格杀戮之外呢，它应该在资金的上面呢要多加油。下一轮看起来电动车的杀戮状况是越来越严重，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电动车满坑满谷，而且它已经行销到欧美。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加拿大呢，对中国的电动车啊加征100%的关税，这个是他开的这个枪啊，相对是比较大管的。那么等于也告诉大家，欧洲现在它一定会面对中国现在电动车所袭击到全世界的内卷。比亚迪的电动车一台最便宜的，现在卖到79800块人民币。换句话说呢，你30-40万台币可以买到一部电动车，那么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么便宜的价格之下呢，它里面的配备必须要压到打折到不能到打折为止。那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杀戮呢，它不会带来更大的附加价值，这是中国现在要面对的。当众多的资金在撤走的时候呢，包括香港、深圳、上海的股市逐渐在边缘化。大家也可以看到，8月5号日本股市大跌12.4%的情况下呢，台股当天大跌1807点，我们当天的成交呢是6420亿台币。那大家可以看到，香港在过去这2周啊，它在8月14号其实成交量剩下680亿。过去台股跟香港股市相对来讲，台币算啊，香港用港币，其实旗鼓相当。现在呢，港币换成台币呢，香港也差台湾很远。大家看到整个中国的房地产现在的跌价呢，仍然没有改变。大致上你可以想到，这个内卷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香港在2018年的时候呢，恒生指数到33484点。现在在17000左右，台股领先了，大概有5000点。那么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香港的内卷的情况其实非常严重。你可以看到这个，包括做银楼的零售里面，周大福、六福到周生生，这是银楼。那么股价呢，其实都跌得很惨，也就是代表中国的相关的消费，现在包括鲜丝啦，或是莎莎这种百货哈的佐丹奴，其实这几年啊，大概股价都不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的，这种精品消费在香港是留下很多惊叹号。再给大家看一下，就香港 TVB 啊，是原来 TVBS 的母公司，它的股价曾经到达85块2毛5，现在呢掉到剩下2块6毛5。那我相信大家都曾经缅怀过香港的港剧，我印象最深刻，大概从上海滩开始，大家都听过叶丽仪的《上海滩》的歌曲，也看过周润发所饰演的许文强跟李良伟的丁力。你看，从《神雕侠侣》到《鹿鼎记》等等，我们看到刘德华演的主角，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是陈忆莲他们2个杨过跟这个小龙女啊，当时也留下大家非常深刻的印象。现在看起来他已经回不去了。换句话说呢，现在的广播电视 TVB 呢，股价剩下2块多的时候呢，它的亏损其实越来越严重。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就是香港的半岛酒店。我相信大多数人到香港呢，都会到半岛酒店去喝下午茶。那么这是半岛酒店在这么多年当中啊，给香港所留下的一个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足迹。那么这是高档消费最重要的根据地。那么现在呢，香港的遗落，从半岛现在2020年之后呢，香港一直都呈现一个亏损状态。那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当人流、物流、金流都离开香港之后呢，香港的明天其实这是值得大家
来好好来思考的。最近李嘉诚的儿子讲，他说从历史来看呢，他说要赌香港长期差都会错。我想最重要就是在体制，也就是如果香港未来的发展在共产体制下，那么我相信香港的未来仍然会非常的辛苦。那现在这个调整，其实在现在进行式当中，我们在这一周当中啊，除了香港的未来之外，我们也看到鲍尔在 Jackson Hole 的大会之后呢，他预估会降息，那么美元开始走跌了。你可以看到美元指数啊，从最近101.634快速的跌到100.994，这当中啊，新台币最近突然从将近33块呢，它升值到31.675，台币的走升啊，是因为日元走强，美元走低所导致。而另外一边呢，我们也看到台积电呢买下了南科的群创的南科厂，面板双雄都在卖工厂。其实台积电要做 CoWoS， 而美光做 BHM， 那大家可以感受到 AI 的需求呢没有停顿。那超微呢研发中心呢会落脚在台南跟高雄，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呢，从台湾的大南方计划，我相信这是未来台湾发展的新方向。我们从香港的未来看到台湾的发展，我想这是今天给大家的一个未来趋势的沙盘推演，那么给大家参考。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